朋友们好，欢迎来到文悦的频道。肾脏是人体器官中很重要的一个排毒器官，进入身体的任何物质、食物、空气等所产生的毒素，都需要经过肾脏来过滤，因此非常重要。如果肾不好，人看起来萎靡不振，各种疾病也会接踵而至。肾脏不好会导致人体代谢机能降低，从而使得大量毒素堆积在体内，无法排除，毒素总是排不完，日积月累，身体衰老自然快了，还可能出现肾衰竭，最后就是尿毒症了。因此中国人很热衷于养肾，只是很多人每天做的努力不少，但往往肾没补好，反而吃坏了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餐桌上的伤肾食物，所谓病从口入，下面这些食物，很多人整天吃得欢，却不知道它们其实是藏得最深、伤肾最狠的元凶。一、肉、腌肉、腌肉、腌鱼等肉制品，往往因其入味而备受大家欢迎。然而做过腌肉的人都知道，腌制肉类一定要整包的放盐才能成功，所以这类食物的盐含量一定是严重超标的，稍微吃上几口就要喝水压一压才好。虽然中医认为咸入肾，但是过量的咸就一定会伤肾了，所以肾其实是很怕咸的器官。而有研究发现，日常吃进去的盐95%都是由肾脏代谢掉的，摄入盐太多，肾老是加班加点的工作，长此以往很难不累坏。二、茶、浓茶。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，适量喝茶能消食护血管，所以有人觉得茶是好东西，一定要多喝，甚至认为喝浓茶效果能翻倍。但其实喝浓茶非但不保健，反而对肾的伤害真不小。其一，浓茶中的草酸含量较高，草酸在尿路中容易草酸钙结石，引起肾结石，还不利于铁的吸收。其二，浓茶含有较多的氟，氟主要经由肾脏排出，当人体摄入过多的氟时，肾脏负担就加重了，严重的还可导致慢性氟中毒。那么多浓才算浓茶？其实并没有一定的评判标准，主要看口感和颜色。如果喝起来又苦又涩，并且颜色也十分浑浊，那就是浓茶了。三、菜。剩菜。剩菜之所以被称为伤肾利器，是因为其中的大肠杆菌。一般来说，大肠杆菌是肠道中的正常菌群之一，通常情况下不致病，也不会轻易出现在我们的食物里。但是剩菜的储存环境复杂，容易受到污染，储存时间越长，大肠杆菌繁殖的越多，超过一定标准就会致病，而且它还会损伤血管内皮，触发体内的凝血机制，造成很多的栓塞性病变。在肾脏特有的与大肠杆菌相关的，就是溶血尿毒症综合症。所以我们除了要少吃剩菜外，还要在厨房当中要注意好卫生习惯，生熟分开，食物煮熟煮透再吃。最重要的是厨房垃圾与食材保持一定距离，烹饪者一定要经常洗手。四、果。杨桃。杨桃酸甜多汁，美味可口，但对于肾不好，特别是肾功能不全的人来说，可能是一味毒药。这是因为杨桃中含有一种神经毒素和草酸成分，正常人在吃了杨桃后，可以将这些物质顺利排出体外，但是肾功能不全的人却没有能力把它们排出去，就会引发神经中毒。因此已经有肾病或曾经有过肾脏疾病的人群，要禁食杨桃及加工制品。健康人一天的食用量最好别超过2个。其实除了吃，生活中也有很多不良习惯同样伤肾。要知道肾主骨，肾为腰之府，因此凡是伤害腰的动作做多了都会伤害肾。一、形体不佳，人体气血之通畅，筋骨之舒展，
则之于劳逸结合。但是现代人往往过于务劳，非但是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卧没卧相，还经常喜欢瘫在床或沙发上，久而久之，颈椎病、腰椎病等脊柱问题找上门。而脊柱又名龙骨，是支撑人的主干骨，肾主骨，骨伤则肾不健。2. 惊恐伤肾，肾在七情为恐，恐则气下。生活中，在遇到吓人的事情时，我们总是喜欢开玩笑，吓尿了。其实这就是惊恐伤肾的真实写照。除了吓到小便失禁，成人还会因为过度惊吓而导致肾气不固，从而出现阳痿早泄、遗精滑精等病症。因此惊恐能避则避之，什么恐怖电影、鬼故事、悬疑剧等，能不看就不看。3. 过度用耳，肾开窍于耳，肾虚髓海不足，则会出现头晕、耳鸣、听力下降等症状。现代社会生活噪音污染严重，过度用耳现象本就难以避免，而且还有很多年轻人喜欢长时间戴耳机听音乐、追剧。如果耳机的音量过大，对耳朵的伤害更加不可估量。耳根不清净，则会妨碍肾精的收藏，久而久之，必然会影响肾脏功能。4. 贪凉、贪暖，自从有了空调，居室冬暖夏凉成了常态，一年四季在居室内身着夏装也不是稀奇事。殊不知这种让人快哉的生活会影响阳气运行，如夏季贪凉，阳气就不能很好的发泄；冬季过暖，则影响了阳气的封藏，违背春夏养阳、秋冬养阴的原则，肾阳就容易受损，从而引发一系列不适。5. 衣着不适，为了青春美，挨冻不后悔，现代人穿衣不顺应时节，尤其是冬日着装过于单薄，会导致寒邪侵袭骨骼、关节、包公，损伤肾阳。除此之外，生活中还有一些不经意的行为，稍不注意就会影响到肾脏的保养，比如熬夜、冬季剧烈运动、防劳过度等等。其实养肾的重点就在于护肾，而非摄入多少名贵补药。大家千万不要让生活中看似无所谓的行为潜移默化的伤肾。补肾常吃肾之果，板栗又称栗子、栗果、大栗等，有山中药、树上饭之美名。古时人们就对栗子情有独钟，常常食栗养生，留下了许多异闻异事。宋代文豪苏东坡与佛印和尚交往颇深，一次苏东坡亲自炒好板栗，用以招待佛印和尚，那炒过的板栗露出了黄酥酥的栗仁，惹得佛印和尚早想异常未快，苏东坡却提出两人要对对子，赢家才能吃板栗，便脱口吟出一上联：栗破凤凰线，此上联借板栗为题，含有板栗破了缝，黄酥酥的栗心现出来的意思。佛印和尚不慌不忙，应声续了下联：藕断露丝飞，意为莲藕断了露出了飞丝，而且下联露丝可与上联凤凰相匹配，语音一落，两人相视一笑，不禁尽兴地品起板栗。据说苏辙晚年得了腰腿痛的毛病，一直治不好，后来一位山翁授他一秘方，即每晨用鲜栗10颗，捣碎煎汤饮，连服半月。苏辙时候果然灵验，不禁赋诗曰：老去日天腰脚病，山翁服栗就传方，经霜phủ刃全精气，插手丹田借火光，入口坑明出未熟，低头举教不容忙，客来未说晨兴晚，三宴徐收白玉奖，道出了栗子的食疗功效。南宋陆游一生坎坷，却能活到85岁高龄，这与他一生注重饮食养生有很大关系。他对板栗很有感情，曾在老学庵笔记中对糖炒栗子的由来做了生动的记述。
它喜欢淡栗子、深谙栗子的养生作用，晚年齿根浮动，常食用栗子治疗。正如他在诗中所写道：齿根浮动叹无衰，山栗泡烦疗夜鸡，唤起少年经年梦，和宁门外早朝来。明代诗人吴宽讲究栗子的食用方法，喜欢用栗子和米一起煮粥，以增加营养。他在煮栗粥诗中写道：腰痛人言食栗强，齿牙谁信栗油防，慢熬细切和新米，即是前人栗粥方。诗里句间反映了诗人对栗子粥的钟爱，也道出了栗子粥能补肾气、益腰角之功效。清代乾隆皇帝在某次吃过糖炒栗子后，龙颜大悦，写下了食栗诗：小熟大者生，大熟小者焦，大小的均熟，所是火候调。堆盘陈玉己，现岁同春娇，何须学高士，围炉玉葵烧。读来别有一番情趣。清代慈禧太后曾传旨御膳房，以优等栗子加工公膳，御厨精选栗子，加入上等冰糖清炖，供给慈禧太后当点心食用。慈禧太后还常吃用栗子粉做的窝窝头，通常我们都是把板栗蒸熟或炒熟了再吃，其实板栗也是可以生吃的，而且生吃、熟吃功效大有不同。一、生吃，孙思邈曾强调生吃这一方法功效：下气、补益、调气，止吐血、主治鼻出血、便血。若养成每日吃风干生板栗的习惯，可达到有效预防和治疗肾虚、腰酸腿疼的效果。而且风干板栗对老年人的夜尿频繁也有很好的疗效。做法：用网袋将板栗悬挂风干，每日早晚各吃生板栗3-4枚，把栗子放在口中细细嚼碎，至口感无渣成为浆液时，一点点咽下去，能使保健效果最大化。二、熟吃，功效：和胃健脾，缓解脾虚。将板栗仁蒸熟，磨粉制成糕饼，适用于饮食少、身体瘦弱的儿童，能够起到增加食欲、调理肠胃的作用。用板栗和粳米熬粥，既有利于缓解脾胃虚寒所致的慢性腹泻，也是老年人消化不良、气虚乏力的食疗验方。做法：取板栗10个和粳米适量，共煮成粥，再加适量红糖后食用。对于人整个的生理系统来说，肾在其中起到的作用重中之重，一旦肾出了毛病，其他问题也都会接踵而来，所以养肾尤为重要。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，期待与您的互动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